万代 NX 系列的新兴斜弧版，《魔神英雄传2》出的。但是 NX 系列呢，这个基本上就相当于简易拼装那种大胶的成品吧。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胖子好像在抽什么奖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抽出来的。他是抽什么？抽魔力赏还是抽什么东西啊？他抽到一个斜弧版，给我寄过来让我玩一下。但是当我打开盒以后啊，以前玩过不少万代的东西，也总觉得万代的成品素质应该都挺高的，但是没想到 NX 系列啊，嘿，原来就是所谓的那个罗贝魂，跟那罗贝魂的差不多，甚至都不如那个素质。好在这个东西价格便宜嘛，要不然也不会放在这种抽奖的东西里边，抽福袋的东西里边，里边会有带一个地台，也是可以拼起来的。这两个零件还有这两个爪子都是变形的时候的一些替换件，替换的造型手以及一把剑。这个玩意儿松到了一定的境界，松松垮垮的，身上没有一处紧的关节，稀里哗啦的碎，甚至这些脚丫子这个脚尖儿，你玩的时候经常会从这个地方掉下来。你看这些球管也是啊，它其实球碗里边有垫了一层类似于尼龙的这么一个胶垫的，但是插的真的不紧，随便动一动就掉了。而且插上去这个球关没什么阻尼感，支撑力度稀里哗啦散。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更像是一个大胶的小人，你摆在这里看造型吧。但是呢，对于和之前玩到的那些大胶小人可动的那些东西不一样的是，这个关节没啥支撑力度，你就算摆造型放在那儿，它撑不住呀，肩膀哒哒啦啦的。但是呢，就算这么一个玩意儿，它还能变形，斜虎丸嘛，毕竟能变成一只老虎。我们来看一下吧。首先啊，先把这个地方拆出来，然后呢，尾巴其实拆不拆的拆掉吧，不然这个变形会绊倒啊，必须得撅下来。这里是一个球关，这个斜虎丸纯粹就是一个插把变形。然后我们要把你咋掉了？把这个手臂揪下来。啊，对，它这个已经掉下来了啊，我们再把这个脚尖再揪下来。肩膀这个地方看似有个卡扣，本身它设计的想法是把这里卡住啊，变形的时候把这个卡扣拆开，但是这个卡扣呢几乎没有什么阻尼，随便一碰就开了。这个卡扣完全的插不住啊，松的压皮。然后你们看到这里边有一个多么纤细的轴没有？特别纤细的一根棍子，但是好在这个棍子啊，柔韧性还是有一定程度的。然后呢，你转动肩膀的时候啊，得两个同时转，因为中间的这个细棍子在里边是一个同形的轴，一起转，拖下来，就拖到这种程度了。脖子双段的关节往前折叠，抬一点点。膝盖啊，从这里旋转一下，甚至你看这个膝盖的关节，这就风雷模型的那种单向轴嘛。而且你看这个关节的根部它有多细，但是还好吧，韧性还可以，这个料子的韧性还行啊，不能说特别差吧，只能说体验不好。好了。膝盖这里做一个双段的翻折，然后挪到前方来，把这两个带星星的往前推一点点。后边这个地方呢，就稍微折动一下，把这儿转一下。这个咋摆呢？随便摆吧，就这么摆成一个后腿球，反正松松垮垮的。这个还得撅了，哼，这脚后跟也得撅了。算了，掉了就掉了。然后把刚才我们拆下来这个前脚尖儿跟这里插上，造孽村的感觉呢。这两个后脚
跳到这儿，卡进去。这个时候这里会出现2个卡扣啊，把这儿钉上。屁股这里的这2个零件好歹卡住了，但是侧面这里也是很松的，这又掉了。这么大个卡扣你都插不紧。与其说它是在变形，不如说它就是在用大胶积木拼，松松垮垮。这些卡扣的设计阻尼几乎是完全没有的。人形卡扣没有什么阻尼，导致了支撑力度完全的不稳定。你就算想人形摆在那里看，它支撑起来站在那里也是非常困难的。兽形变形的过程相当于把这些东西全部拆碎了再重拼一遍，但整体的变完的效果呢，竟然比人形站立的稍微稳一些。你们敢信吗？还挺可爱的。这个头真的像一个博美啊！我也终于知道 NX 这个系列为啥火不起来，也终于知道为啥这个系列它不值钱了。这品质真的拉胯！我第一次玩这个系列啊，就是能不买的尽量别买了吧。我这个东西也就是胖子抽奖的时候把这玩意儿抽到了，拿过来咱们玩一下。但是如果放在让玩家自己购买的话，除非说《魔神英雄传》血粉啊，我必须得弄一个这样的一个，是吧？新兴血虎丸的这么一个角色，我凑在那里。但是你即使想凑角色啊，这个东西的品质连扭蛋都不如，太差劲儿了，关节太差劲儿了。